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目前距离苹果手机秋季发布会也就剩下短短1个月的时间。目前有消息爆出，新款 iPhone 已经开始进入量产阶段。相信大家过去一段时间看到许多 iPhone 16系列的传闻，这次苹果似乎也是踌躇满志，特别是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在这次量产比例中占到了60%以上，令人无比期待。苹果将三星和 LG 作为 iPhone 16系列的 OLED 面板供应商，其中 iPhone 16 Pro Max 主要订单交给了这2家公司，而 iPhone 16部分面板将交给中国屏幕供应商京东方。根据供应商的消息，6月份就开始量产显示屏，而到了7月份时候，苹果再次提升了订单，这意味着苹果对于今年 iPhone 16系列充满了信心。其中预计 iPhone 16系列出货量将达到了9000万台，而显示面板订单数量提升了30%，达到了1.2亿块。当然，除了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剩余部分将主要用于 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今年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的订单数量占比很大，超过了60%，主要是新款 iPhone 屏幕尺寸提升，并且还有许多硬件也充满亮点。此外，苹果还加大了富士康量产计划，光是富士康在郑州工厂就新增5万名新工人，就是保障 iPhone 16系列能够准时交付。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 iPhone 16出货旺季，将持续到今年年底。苹果这次备货9000万台，要比去年 iPhone 15系列机型订单上涨10%。然而，面对 iPhone 16的发布在即 ，Jeffrey 更建议入手 iPhone 15 Pro， 尤其是综合了产品价格以及功能的考量，即使是已经发布了快1年的 Pro 机型，也能与即将发布的数字版机型掰手腕。熟悉 iPhone 的人应该知道苹果严谨的等级划分 ，iPhone 13 Pro 中 Pro Motion，iPhone 14 Pro 灵动岛，可见苹果倾向于把最新科技引入 Pro 系列，并在后续几年下放至标准版。然而，根据多方爆料来看，截至目前，数字版系列的 iPhone 依然无缘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屏幕，这代表购买 iPhone 16系列的用户依然要使用标准版6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从体验上看，支持高刷新率的屏幕能够带来更加丝滑的观看体验，而 iPhone 15 Pro 的屏幕自然要更加合适一些。不论是 6.1 英寸的 iPhone 15 Pro， 还是 6.7 英寸的15 Pro Max， 它们都配备了高达120赫兹的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显示屏，这使得用户在浏览日常内容或玩游戏时，都能享受到更为流畅的游戏体验。另有爆料显示，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有望采用更亮的屏幕，同时屏幕黑边也更窄。然而，按照苹果往年一贯的操作来看，上述些亮点也许还将成为 iPhone 16 Pro 系列的独家卖点，而无法覆盖到数字系列中。此外， iPhone 15 Pro 系列屏幕黑边自身并不是很宽，把它捧在手心里，亦可以体会高屏占比的身临其境观感。除屏幕外，影像也是区分标准版与 Pro 版的项目之一。通过爆料可以看到，今年 iPhone 16依然将延续双摄设计，只是为了满足拍摄空间视频，从而将镜头排列调整为竖向。另外 ，iPhone 16的广角镜头大概率将延续4800万像素，支持2倍的光学品质变焦，再搭配一枚12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提供更加宽广的视野。而 iPhone 15 Pro 搭载了3摄影像系统，这3枚镜头都相当成熟，能够在不同光线下提供高度一致的体验。而且这套影像系统还覆盖了从 0.5 倍、1倍、2倍到3倍的焦段，基本能够满足当前的拍摄需求。当然，如果选择了 iPhone 15 Pro Max， 那么还能解锁5倍的前望长焦镜头，能够看得更远。不要忘了 ，iPhone 15 Pro 还支持拍摄 ProS 视频，连接移动硬盘后，甚至可以拍摄60 FPS 的 ProS 4K 视频。Pro 机型在某些时候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也能成为我们创作上的好帮手。爆料显示，全新的 iPhone 16在影像传感器上并没有什么明显升级，但 iPhone 16全系都将新增一枚名为 Capture 的实体按键。爆料称，该按键有些类似于 iPhone 15 Pro 系列上的操作按钮，它很有可能为影像服务。对比来看 ，Pro 所带来的优势自然也更明显一些。考虑到苹果在今年6月推出了 Apple Intelligence， 全新的 iPhone 16系列大概率将标配最新的 A18 芯片。然而，苹果也在 Apple Intelligence 的页面中明确表示 ，iPhone 15 Pro 系列同样支持 AI 功能，这代表即使是现在购买 iPhone 15 Pro， 也能在 AI 功能落地后第一时间享受，而不用担心自己购买的手机成为过时产品。当然，日常使用以及打游戏 ，iPhone 15 Pro 所搭载的 A17 Pro 已经足够满足需求。
至于很多用户关心的续航，从当前广大用户复杂的使用场景来看，1天1充几乎成为常态。无论是选择 iPhone 15 Pro， 还是即将发布的 iPhone 16，在续航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当然，我也希望看到苹果今年能进一步提高充电的效率，使用户能在短期内补充电能。另外，得益于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加入，有爆料显示 iPhone 16的基础容量将提升至 256GB， 而价格也将延续此前的水平，是一次加量不加价。这对准备购买新机的用户而言，肯定是一件喜事。最后来看看价格，去年 iPhone 15的官方零售价格为799美元，今年的 iPhone 16很有可能会延续这一价格，同时升级至 256GB 起。作为对比，同样采用 256GB 容量的 iPhone 15 Pro 也就比 iPhone 16贵个100多美元，但是你可以换来高刷屏、3摄以及 Pro 级的设计，而包括业界领先的性能、Apple Intelligence 等功能也一应俱全。最重要的是 iPhone 15 Pro 也是一个即买即用的产品，不需要我们做等等等。所以说，相比于 iPhone 16，现在购买 iPhone 15 Pro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来看 ，iPhone 16和 iPhone 15 Pro 该怎么选择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